欢迎来到今天的内容解析。说真的，今天我们不谈那些网络上没有科学根据的偏方，我们要直接透过这份资料，带你彻底拆解女性异常掉发背后的科学原理。我们会看看这份指南如何为女性量身打造一套系统性的策略，教你精准夺回对风云秀发还有青春自信的主导权。对我们女人来说头发绝对不只是什么蛋白质的堆叠而已，对吧？它根本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更是自我认同的象征。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曾经在洗澡的时候，看着排水孔那一坨惊人的落发，心里突然一阵恐慌？或者在明亮的灯光下照镜子，哇，突然发现头顶的分线怎么变这么宽，连白皙的头皮都若隐若现了。这种让人超苦恼的经历，真的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在一点一点失去原有的青春跟魅力。但先深呼吸，千万不要焦虑。今天的解析会按照5个具体的科学路径来走：1. 异常掉发的求救信号； 2. 弥漫性稀疏4大元凶； 3. 医学与营养双重修复； 4. 客观的视觉化科学测量；还有5. 毛囊重生的时间轴。我们就是要一步步解码你身体细胞发出的 SOS 讯号，帮你勾勒出逆转这个劣势的精确步骤。好，马上进入第一部分，异常掉发的求救信号。首先，这份指南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个问题。女性的异常落发绝对不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宿命。资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对比，直接点出了男女落发的根本差异。你看，男性的秃头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和 DHT 荷尔蒙驱动的，所以常常会出现 M 型秃或是地中海秃。但女性的状况复杂多了，她深受内分泌、营养、压力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所以女生通常会呈现所谓的弥漫性稀疏。最明显的视觉特征就是头顶分线变得越来越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拿男朋友或老公的生发水来擦，通常没什么感觉，因为女性需要的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应对策略。所以呢，这一份指南提出了一个超关键的观点，这种弥漫性稀疏实际上是来自你体内细胞的生物学求救信号，也就是一个 SOS。它其实是在告诉你，嘿，毛囊已经受到破坏了，或者被迫提早进入罢工状态了。我们只要读懂细胞的语言，就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弥漫性稀疏4大元凶。为了解决这个 SOS 求救信号，我们得先揪出到底是哪些家伙把你的毛囊推向了提早休息的深渊。在科学上，异常掉发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毛囊被迫提早进入了所谓的休止期。当你的身体经历了某些创伤或失衡的时候，它就会强迫毛囊罢工，进入这个停止生长，甚至最终脱落的休息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面临那种让人恐慌的大量掉发。那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资料帮我们统整了4大元凶。第一，内分泌的云霄飞车，像是产后、更年期带来的剧烈荷尔蒙波动。第二，隐性营养饥荒，很多女生为了维持身材去极端减重，结果体内严重缺乏合成毛发的优质蛋白质，还有经期流失的铁质。第三，无形的心理重压，长期的压力跟睡眠不足，真的会让毛囊瞬间宕机。最后一点，物理性的致命拉扯，像是长期绑超级紧的马尾或者去接发，这些都会造成毛囊受损。知道了原因，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医学与营养双重修复。既然找出了4大元凶，拜托我们就可以停止依赖那些来路不明的偏方了。指南强烈建议实施一套精准的双管齐下策略。在医学修复这一块，现代毛发科学有着非常迷人的突破哦。我们可以利用像是蓝铜胜肽这样的微小信号分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毛囊专属的闹钟，它会精准地告诉你沉睡的毛囊说：“喂，该起床了。”这能刺激毛囊，增加它的大小，而且还能显著延长头发的生长期，让头发留在你头皮上的时间更久。当然，除了蓝铜生态的信号唤醒，指南也有提到，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由专业医师来评估使用含有 minoxidil 成分的外用生发水。这能帮助扩张头皮局部的微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直接为毛囊送上更多养分。不过，光有外在的信号唤醒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内在的营养重建。资料里用了一个超生动的比喻，毛囊就像是种在真皮层里的大树，
步骤1，你必须补充小分子水解胶原蛋白跟维生素 C 来巩固真皮层，这就像是在稳固土壤地基，防止毛囊松垮。然后步骤2，因为发丝的核心是角蛋白，所以你必须摄取铁质、锌、铜还有生物素，这就像是为头发搭建坚固的钢筋。其实只要地基稳了，钢筋硬了，头发自然就强韧了。接着进入第4部分，客观的视觉化科学测量。有了刚刚说的科学修复策略之后，为了真正夺回控制权，我们必须改变以前那种单凭感觉判断有没有效的习惯，开始用客观的视觉化科学测量来追踪进度。这包含了2种测量维度。首先是微观测量，在诊所透过50到200倍的显微镜，你可以精准看到每平方公分的毛囊密度，还有单一个毛孔里面到底有几根头发。再来是宏观测量，透过标准化的全局摄影，再加上网格对比技术，你就能够客观的追踪，并且亲眼看见头皮的视觉暴露面积是怎么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滴的慢慢缩小，慢慢闭合起来。好，第5部分，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毛囊重生的时间轴。当你完美结合了医学信号唤醒、营养重建，再加上视觉化追踪，这场科学重生的旅程，在时间轴上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这份科学蓝图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真实而且充满希望的预期。在第1到3个月是植损与苏醒期，休止期的落发会踩下刹车，落发量显著减少，头皮慢慢恢复健康。到了第3到6个月，进入新芽萌发期，你会看到细小的胎毛开始长出来，头皮的视觉暴露面积也开始缩小了。最让人兴奋的是第6到12个月的丰盈重建期，那些胎毛会转化为粗壮的中毛，宽阔的分线将会重新收拢，那种绑马尾的厚实感终于要回到你手里了。真的，面对掉发，你完全不需要感到羞于启齿，更不需要无奈妥协。就像资料里强调的，只要了解细刀的需求，你将亲眼见证每一寸头皮的重生。用胶原蛋白跟铁质重新灌溉头皮，用蓝铜胜肽唤醒沉睡的毛囊。透过这种最科学的方法，你绝对能把属于女人的骄傲与底气通通赢回来。所有的科学证据现在都已经非常清晰了，而视觉化的测量工具也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在结束这次的解析之前，我想留给你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异常落发其实只不过是身体发出的生物学 SOS 信号，那么你今天打算如何回应这个呼唤，开启属于你自己的细胞重生之旅呢？